我有2個毛病，第一，我普通話不好。第二，我要說就說真話，我不能說。擁護中央的決定嘛，這不好說。很多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抱着一種幻覺，只要閉口不談真相，埋頭賺錢，遠離政治，就能躲過風險，守住自己的利益。甚至有人更進一步，只要主動替權力遮掩，與中共體制共謀，就能分到一杯羹，在這場權力遊戲裡改命翻身。但現實給出的答案是一記結實的耳光，無數普通人牛馬一生，最後依然難逃被收割的命運。曾經自詡體面的中產，轉眼背井離鄉，流落海外。至於那些幻想與權力同坐江山的既得利益者，最後才發現，在獨裁者眼裡，你從來不是合夥人，你只是有用時被提拔，沒用時被丟棄的臨時工具。那這種巨大的落差到底從哪兒來？麻省理工學院的黄亞生教授曾揭開一個讓人後背發涼的真相：中國走向民主憲政之所以如此艱難，是因為中國人陷入了一個延續2000年的病態怪圈——主仆倒置。在這個邏輯裡，國家不是為公民服務的工具，而是被神化的最高意志。從古代皇權的家天下，到今天的中共獨裁專制的黨天下，權力的本質並沒有改變。人民從來不是主人，而是維持政權運轉必須支付的代價，是被消耗的燃料。所以，當你以為沉默能換來安全時，你其實已經默認了自己只是燃料的一部分。問題不在於你夠不夠聰明，而在於這套邏輯本身，從一開始就把位置擺反了。首先得先談最核心的問題，主僕位置到底是怎麼顛倒的？在這個世界上，到底誰是國家的主人，誰是工具？很多人把國家當成神聖的鮮豔存在。中國人經常被教育，先有大國，才有小家，好像沒有國家，人就無法生存。但從人類學看，人類存在了200多萬年，而現代國家不過幾百年歷史。國家不是神話，也不是什麼天降秩序，它只是人類為了安全、公正、公共服務等需求而創造出來的工具。既然是工具，邏輯就很簡單，先有人才有國家。就像先要蓋房子才去買錘子，錘子是服務於蓋房子的工具，但在我們的語境裡，順序被徹底顛倒了。我們被教育要為國家犧牲，為他服務，為他的榮耀獻祭自由和財產。工具成了主人，主人反而成了燃料，而這正是悲劇的起點。在這種倒置邏輯下，最常見的一句話就是政府養活了人民，好像碗裡的飯，手裡的錢都是權力大發慈悲的賞賜。但真相恰恰相反，現代文明最核心的底色是4個字：納稅人意識。是無數普通人一筆一筆交稅，才養活了那套龐大的國家機器。正常邏輯應該是納稅人在前，國家在後，我們出錢找你們來替我們服務，這是天經地義，沒有任何歧義的常識。你們是我們請來的管家，不是我們的祖宗。只有確立這種身份，人才能理直氣壯地要求權力履行職責，而不是跪着祈求恩賜。但當一個社會把國家神格化，把權力當成至高存在時，普通人的身份就被悄悄降級了。當你默認先有國，你就等於默認工具可以反過來要求主人獻祭。你不再是公民，只是維持機器運轉的燃料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中產和精英最後會感到幻滅。他們以為只要足夠優秀，足夠有錢，就能保持獨立，卻忘了在一個不尊重個人權利的體系裡，財富只是暫時寄存在你名下的資源，需要你時你是模範，不需要時你是成本。可問題是，即便看清了這一點，很多人依然選擇相信，只要自己夠低調、夠圓滑，就能在這套邏輯裡活下來。他們心裡都有個小算盤，不談政治，不惹麻煩，就是安全。如果再跟權力搞好關係，說不定還能賺得更多。但黃亞生點出了一個關鍵差別，在民主憲政框架下，邏輯是透明的，因為我交稅，所以我有資格要求服務。而在專制體制下，邏輯被扭曲了，你交的稅成了理所當然的獻祭，你得到的一切卻被包裝成恩賜。私有制，做生意，致富，從來不只是錢的問題。私有財產的意義在於它讓人產生一種身份自覺，國家靠我運轉，而不是我靠國家活着。納稅人在前，國家在後，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鋼筋。但專制最害怕的恰恰是這種我是老闆的意識。於是邏輯被調包，資源先被集中，再一點點返還，權力變成賞賜，主人變成求死者。
你會看到很多中國精英在權力面前卑微致謝，感謝機會，感謝關照。那一刻，他們交出的不是謙遜，而是監督權，從納稅人退化為求實者。這種異化在精英身上尤為諷刺。一個社會的精英本來是帶領社會普通人往人類文明正確的方向走，讓大家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。但中國的很多精英卻比較有特色，他們懂規則，卻選擇共謀，明白風險，卻去搶胡蘿蔔。大棒在一邊，胡蘿蔔在另一邊。為了短期利益，他們彼此踩踏。但在獨裁邏輯裡，從來沒有合夥人，只有工具，有用時提拔，沒用時丟棄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中產和精英最終會幻滅。你以為沉默是保險，依附是護身符，卻忘了，當你放棄做獨立的納稅人，你就放棄了最後的保護。當權力需要續命，需要替罪羊時，你那點特權會瞬間蒸發，你才會發現自己一直只是待命的代價。這套邏輯從皇權家天下到今天的黨天下從未斷過。問題不只是資產被奪走，更是尊嚴被掏空。當你習慣做求實者，你就失去了反抗的勇氣，而且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。維持極端專制需要天文數字的成本，卻不斷打擊私有制，壓制創新，收上來的越來越少，花出去的越來越多。當胡蘿蔔發不出來，虛假的契約就會崩塌。到那時，無論是跪着的普通人，還是幻想分紅的精英，都會面對同一個問題：在沒有法治、只有收割的廢墟上，我還能靠什麼自救？所以納稅人還是求實者，不是稱呼問題，是生存方式問題。這意味着，當社會默認人是為政權服務的，你守着的房產、攒下的存款，甚至最後一點尊嚴，都不再是邊界，而只是可以被動用的資源。黃亞生為此提到一個概念：社會許可。很多人以為權力能越界是因為它強，但更真實的原因是我們在潛意識裡從未真正相信個人邊界不可侵犯。當一種思維認定個人屬於國家、屬於集體，那所謂的侵犯就失去了意義，因為在那套邏輯裡，你本來就是他的。再看大家最在意的房產和存款，在憲政邏輯下，私有財產是邊界，邊界之內哪怕國王也不能闖。但在專制邏輯裡，私有財產本身就是威脅，因為它意味着獨立。當政權強調至上，它必然要壓制這種獨立性。於是，你的房產證可以變成廢紙，銀行裡的數字可以被重新定義。當需要維穩、擴張、填補虧空時，一切都可以被解釋為資源整合，而你只是成本。這種代價論不是抽象推演，歷史上早已反覆上演。在一次次政治運動和危機中，普通人的權利被抹除，而權力卻得以延續。原因很簡單，在這個體系裡，人不是目的，只是工具。當人只是工具，犧牲幾代人的尊嚴與生命，不過是報表上的波動。這就是權力消失後的真實途徑。你拼命積累，卻隨時可能因為一紙政策歸零。你以為那是避風港，其實只是臨時工棚。在人服務於政權的邏輯下，沒有人真正安全。當公民身份被抽空，你只剩代價的價值。那問題來了，既然這麼多人都感到不安，為什麼我們始終走不出這個循環？明知道被收割，卻依然彼此沉默。黃亞生給出的解釋是，我們不僅失去了權利，更失去了彼此之間的連結能力。專制最成功的一步，不是壓制個人，而是把每個人都變成孤島。所以，一旦每個人都成了孤島，接下來發生的事就不難理解了。既然大家都憋屈，既然都是受害者，為什麼不團結？為什麼14億人面對收割，總是像一盤散沙，眼睜睜看着悲劇輪流上演？黃亞生給出的答案是社會的原子化。很多人以為中國講集體主義，但黃教授指出這是誤解。真正的集體主義是公民之間自發結盟，為共同利益行動。教會、工會、商會、投票，這叫橫向連結。而我們習慣的集體是自上而下的統一行動，不是商量，是命令。在這種環境裡，每個人都被拆成一個個原子人。什麼是原子人？寫字樓裡人擠人，地鐵裡肩並肩，但一旦涉及利益，沒有信任，沒有連結，這種互不信任正是專制最需要的土壤。黃教授把根源追溯到科舉。2000年來，最聰明的一群人不是在合作建設社會，而是在狹小考場裡為一個名額互相廝殺。信任從那時起就成了奢侈品，所以系統從一開始就不鼓勵協作，只鼓勵個人攀爬。於是現實就變成這樣：當你被侵犯時，你想站出來，
但你會猶豫，別人會支持我，還是等我倒下後接替我的位置？這就是槍打出頭鳥的心理基礎。如果你認為別人不會站出來，那你就不敢站。而當絕大部分人都這麼想，系統就穩如泰山，權力不需要對付整體14億人，只要定點清除幾個帶頭的出頭鳥，剩下的大多數人自然沉默。這種原子化直接摧毀了社會的組織能力。你可以看到個別勇敢的人站出來，但他們往往得不到大量資源。當英雄只能單打獨鬥，大多數普通人只能各掃門前雪，社會就失去了談條件的籌碼。但更可怕的是，這種狀態不僅讓我們無力對抗權力，還會讓我們彼此敵視。在有限的胡蘿蔔面前，別人多一點就意味着我少一點，社會變成高壓鍋，每個人都在防備身邊的人。為了維持這種脆弱的秩序，權力必須不斷切斷橫向聯繫，防止任何信任生根。所以我們逃不出這個怪圈，不是因為人少，而是因為被訓練成不會協作的原子。當你成為孤島的那一刻，你就成了最容易被收割的對象，因為你身後沒有大量人為你撐腰來對抗龐大的獨裁專制機器。所以當身後沒有人時，生存邏輯就會悄悄改變，資源越來越少，周圍又是不信任的眼神，生存很快就變成一場零和博弈。在這種結構下，人與人之間沒有橫向信任，只有縱向依附。那這種極致的個人競爭從哪兒來？黃亞生把根源追溯到科舉。科舉表面公平，本質卻是一個極其精密的篩選裝置。他把最聰明的人全部吸進同一個窄門，在那個窄門裡，你的成功必然建立在別人的失敗之上。所謂同窗就是對手，所謂努力就是把別人捲下去。更關鍵的是，這套系統嚴禁協作，考試裡的協作叫作弊，而作弊會被重罰。這給社會留下一個深刻的心理暗示：想出頭只能單打獨鬥，想贏就必須踩人。久而久之，文化裡留下的不是合作基因，而是複踩基因。這種邏輯延續到今天，就變成了內卷。中產焦慮、精英焦慮，本質上都是在搶有限名額。一個編制，一個指標，一個胡蘿蔔，權力只需要丟下幾個機會，人群立刻開始內鬥。在這種環境裡，信任被消耗，合作被懷疑，每個人都活在戒備裡。這種競爭甚至被帶到了海外。有人幻想，只要足夠優秀，足夠依附權力，就能成為主人。但在獨裁邏輯裡，沒有合夥人，只有工具。所謂贏，只是暫時領先；所謂安全，只是暫時被需要。這種互踩不僅耗盡財富，更閹割創造力。當聰明才智都用在防人和迎合上，創新自然枯竭。一個只剩服從和內鬥的社會，規模或許龐大，活力卻在流失。所以所謂的凝聚力，如果沒有制度保護，只是表面統一，底色是原子化生存和極致競爭。我們不僅要防權力收割，還要防同類踩踏。但問題還沒結束，這種互踩不只是競爭文化，它還在塑造一種更深層的思維模式，一種把進入體制當成人生終點，把依附權力當成成功象徵的思維。當依附權力被當成成功，當進入體制被當成人生終點，一個更殘酷的悖論就出現了。如果這14億個原子裡真的有人看透真相，真的有人想站出來替大家說句話，去擋中共這台失控的推土機，會發生什麼？這就是困擾中國幾千年的心理死結，出頭鳥困境。別當出頭鳥，這句話聽起來是處世智慧，但在黃亞生的分析裡，它其實是一張精密的陷阱。它不僅讓人不敢反抗，還制造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。還好不是我。直到最後，所有人一起變成耗材。問題的核心是成本和收益的嚴重不對称。舉個簡單例子，小區物業亂收費，大家都不爽。張三站出來維權，他承擔全部風險，被威脅、被報復，甚至被封殺。但如果成功，收益是全體共享，這叫集體行動困境。而在原子化社會裡，這種困境被無限放大，因為沒有信任。張三站出來時，心裡想的不是怎麼贏，而是別人會支持我還是舉報我。當社會普遍相信別人不會站出來，理性選擇就是沉默。於是所有人都在等英雄，又都希望英雄不是自己。這正是專制最穩固的基礎。權力不需要對付整體，只要分而治之。今天收割李四，王五在旁邊想，他肯定有問題，我守規矩就安全。明天輪到王五，張三冷眼旁觀，誰讓你當初不說話？但這正是權力最希望看到的狀態。只要大家互不信任，出頭鳥就可以被定點清除。
那些為民發聲的人往往是孤立的英雄，沒有組織，沒有支撐，甚至連基本聲援都稀薄。這種孤獨不是宿命，是周圍沉默者的選擇。當出頭鳥不斷被打掉，社會就進入逆向淘汰，有骨氣的被清除，剩下的全是謹慎、圓滑、精緻利己的原子。最諷刺的是，那些幻想靠共謀、靠沉默避險的人，往往摔得最慘。在人服務於政權的邏輯裡，你只有利用價值，被用完，你就是成本。而那些掌握資源、受過高等教育、擁有話語權的精英，此時在幹什麼？按理說，精英應該是規則的守護者，是權力越界時的第一道防線。但在這套運行了2000年的邏輯裡，一個諷刺的現實出現了：中國的精英往往不是制衡者，而是最精緻、最順從的奴才。這不是因為他們愚蠢，恰恰相反，是因為他們太聰明，聰明到極致利己。黃亞生分析得很直白，專制維持穩定的方式就是大棒加胡蘿蔔，底層面對大棒，精英面對胡蘿蔔，壟斷資格，政策特許，體制高位，資源通道，只要給足利益，精英就會自動完成自我馴化。他們不是看不清問題，很多人私下抱怨，甚至準備退路，但在利益計算裡，他們做了選擇，站出來爭規則，風險極高，回報遙遠，低頭配合權力收益立刻兌現。於是他們用聰明做成本核算，用理性為沉默辯護。只要火沒燒到自己，只要胡蘿蔔還在手裡，他們就選擇幫體制修補漏洞，而不是拆掉牢籠。這種性格的根源，黃亞生追溯到科舉。科舉不僅塑造競爭文化，更塑造了單一雇主結構。在中國歷史裡，精英幾乎只有一個雇主，政權，不像西方有教會、行會、大學形成獨立力量。在這裡，不依附權力就沒有上升空間，久而久之，依附成了本能。即便在海外受過教育，一旦回到權力場域，很多人會迅速切換成順從模式。更諷刺的是，一些精英產生了合夥人幻覺，他們以為只要參與分紅，只要站在體系內，自己就是主人。但在獨裁邏輯裡，沒有合夥人，只有工具。當財政緊張、危機逼近，最容易被推出去的，往往就是這些有資源、有財富的精英，因為收割他們效率最高。你放棄規則去換胡蘿蔔，就等於主動拆掉了保護自己的盾牌。沒有規則，胡蘿蔔只是暫存物，權力隨時可以收回。當精英集體沉淪，制度就失去了最後一道內部制衡。當他們為了自保，親手拆除剎車，那台權力的賽車就只剩油門。而當連精英都開始人人自危，免死金牌失效，這個系統其實已經進入臨界狀態。而這時候，真正的危險才剛剛開始。剎車已經被拆，規則開始失效，權力從可預期的威權滑向不可預期的個人意志。在黃亞生的視角裡，中國真正危險的轉折不是腐敗，不是內捲，而是從上有內部制衡的威權結構滑向了失控的個人獨裁。而一輛沒有剎車的車，第一個被甩出去的往往是坐在前排的人。我們得先提一個很多人沒聽過的詞，中顧委。在80年代，中國當然不是民主，但體制內是有剎車的。中顧委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博弈結構。當現任領導人想突破規則時，背後還有一群資歷更深的人能發出反對聲音。它不是民主，但它是防火牆。後來發生了什麼？中顧委被廢除，集體領導制被削弱，任期限制被習近平突破，核心變化只有4個字：規則失效。過去的精英至少相信一點，只要站對，守底線，安全有基本保障，這叫威權體制下的確定性。而現在這種確定性也消失了。為什麼越來越多頂級富豪、科學家、高官消失？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，而是因為當剎車被拆掉，規則就變成了個人意志。當制度性約束消失，精英就失去了避風港。這就像你坐在一輛高速賽車裡，你以為只要忠誠、技術過硬就能安全，直到你發現剎車被卸，方向盤焊死，安全帶剪斷，那時你的忠誠還有意義嗎？當權力需要犧牲你沒有任何反抗空間。剎車失靈的直接後果是精英階層的集體恐慌。過去還有人敢拉一拉袖子，現在只剩下比誰表態更快，誰讚美更響。一個人的錯誤可以迅速升級為全民風險。最諷刺的是，當年幫着拆剎車的精英，如今最害怕失控，因為他們發現沒有規則保護，他們的財富和地位都是暫存品。任何民意的反腐、整頓、國家安全都可以成為收回一切的理由。當規則退場，
只剩權力。所謂精英和普通人只剩一個差別，誰是司機，誰是燃料。當你看到昔日叱咤風雲的人物低頭表態，那不是個人悲劇，那是制度失去自我約束後的必然結果。更危險的是，當規則消失，長期預期也消失，所有人都開始做短線，都想着在翻車前撈一票走人，這種心態會進一步抽乾社會的未來。當精英都發現免死金牌失效，這個制度其實已經進入自毀模式，曾經最自信、最從容的精英也開始人人自危。黃亞生指出，這是一個極具戲劇性的轉折。當那些靠分食胡蘿蔔上位的人突然發現自己也可能被推上祭壇，恐懼就出現了。這不是道德覺醒，不是突然熱愛普世價值，而是算清了一筆賬。在沒有法治的叢林裡，財富和地位不是防彈衣，而是更顯眼的靶子。黃亞生提到一個重要概念，無知的幕布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會成為什麼人，是富豪還是攤販，是裁判還是囚徒，你唯一理性的選擇就是建立一套保護所有人的規則，這就是法治的意義。但中國的精英長期以為自己在幕布之外，他們相信特權可以替代規則，在他們眼裡，法治是束縛效率的枷鎖，特權才是通往自由的捷徑。直到剎車消失，當頂級企業家一夜清零，當專家學者突然沉默，身份的不確定性成了真實恐懼。當精英發現自己作為工具的價值在下降，作為代價的價值在上升，他們才開始懷念規則。於是出現了一種自保式覺醒，沒有獨立司法，沒有財產權保障，再高的位置也只是臨時保管。但這種覺醒帶着遲到的悲涼，在分紅期選擇沉默，在擴權時推波助瀾，等於親手拆掉通往法治的橋。現在想談規則，卻發現球場已經不存在。更殘酷的是，這種恐懼難以轉化為行動，精英之間同樣缺乏信任。每個人都在想，如果我先站出來，別人會支持還是接管我的資源？於是覺醒變成私人焦慮。最普遍的選擇不是抗爭，而是逃離。移民、資產轉移本質上是用腳投票，是對代價賬單的拒簽。但逃離無法改變邏輯，只要主僕倒置還在，只要多樣性被壓制，危機會持續擴散。當最得利的階層都開始人人自危，說明系統成本已經高到不可持續。這已經不是理念爭論，而是生存問題。而如果這是生存問題，那它的根就不會只在當下。既然連精英都開始恐懼，既然系統成本已經不可持續，為什麼我們還是跳不出這個圈？為什麼即便受過現代教育，潛意識裡仍然覺得考公、入編、依附權力才是正途？黃亞生在他的 EAST 理論裡給了一個極其鋒利的答案：科舉才是那個持續2000年的思想牢籠。現在中國人管它叫高考和公務員考試的結合體。黃亞生的 EAST 邏輯很清晰，考試是為了強化專制，然後帶來政權穩定，最終摧毀創新。在中國帝王術裡，把這個考試系統理解為把天底下盡可能多的人才裝進囚籠裡，以此避免和自己作對，剩下的泥腿子們不足為懼。所以第一步是思想標準化，想進體制，讀同樣的書，背同樣的注釋，寫同樣格式的文章。當全國最聰明的大腦都在研究同一套標準答案，創新的火苗從哪來？創新需要分歧，需要異端，需要試錯。科舉追求的是唯一答案，它不是培養創造者，而是培養解題者。第二步是人才的单一雇主壟斷。在健康社会裡，人才有多條出路：商業、科學、藝術、公共組織。而在科舉邏輯下，最優路徑只有一條：進入體制，權力成為最大磁場，智力資源被高度吸附。當 1% 的聰明人都在研究如何迎合上億，誰去推動制度創新？這種配置扭曲，讓一個人口龐大的文明在長期歷史裡缺乏制度與科技突破。第三步是人格訓練。科舉不僅塑造競爭，還塑造向權力對齊的本能。重要的不是事實，而是考官想聽什麼。久而久之，真理退居次位，權威成為坐標。這種標準答案意識，哪怕走出國門也難以擺脫。更諷刺的是，這種犧牲多樣性換穩定的模式，在短期內確實有效。高度集中資源，壓強式動員，可以迅速形成規模優勢。但這種繁榮是腐蝕性的，因為它不鼓勵原創，而依賴模仿與複製。一旦外部技術斷供，複雜問題超出既有模板，系統的脆弱就會暴露。我們今天看到的內卷，正是千年邏輯的回響。
為什麼考編成熱潮？因為潛意識裡，安全來自依附權力。最聰明的年輕人再次湧向同一個窄門。當創造力被吸進編制，未來就被封存。黃亞生的核心提醒很冷酷，缺乏獨立知識傳統、橫向協作資本和容納不同聲音的土壤。這種用多樣性換穩定的模式，像一座溫室，整齊、統一、可控。但溫室有一個致命問題，它抗風險能力極弱。思想的整齊劃一不只是文化悲劇，更是一場慢性的經濟自殺。黃亞生指出一個規律，專制為了維持龐大的統一規模，犧牲了多樣性，而多樣性的喪失正是今天生意難做、路徑收窄、社會僵化的根源。這裡有一個關鍵博弈，規模與多樣性的博弈。專制迷戀規模，比如世界第一的高鐵、第一基建，這些數字制造了強大的幻覺，但代價是所有不一樣的東西必須被壓平。黃亞生有個精準類比單一種植，一大片土地只種一種作物，短期產量高，管理簡單，但只要來一種蟲害，整片農場瞬間絕收，沒有生態冗餘，沒有自我修復能力，這正是單一結構的風險。經濟層面也是如此。舉國體制確實擅長集中資源，但那是模仿能力，不是創新能力。創新需要混亂、異端、試錯、邊緣實驗，而專制最怕的就是亂。當資源被壓到少數戰略方向，規模可以做大，但未知領域會被忽視。真正改變世界的東西，往往誕生在權力管不到的縫隙裡。當縫隙被填平，突破也隨之消失。於是出現一個趨勢：國進民退，私營力量越強，納稅人意識越強，權力越不安全。為了安全，寧可犧牲增長動力，多樣性的種子被拔除，年輕人擠進體制，創造力縮水，只剩存量競爭。更危險的是，社會靈活性消失。一個多樣社會像分布式網絡，局部出問題，局部修復。但當結構被高度集中，全社會只剩一個大腦。一旦決策失誤，沒有緩衝，沒有剎車，所有人一起撞牆。這就是規模掩蓋下的系統性風險。而維持這種統一，成本極高，比如龐大的監控、密集的維穩。與此同時，創新能力下降，造血能力減弱，高壓管理成本上升，增長動能下滑。這是一種結構性透支。這種用多樣性換規模的模式，看似強大，實則脆弱。當人口紅利耗盡，那種脆弱會全面暴露。我們以為活在盛世，卻可能活在一個沒有抗風險能力的巨型幻象裡。而當一個社會失去多樣性，它就只剩下一種維持方式：消耗。黃亞生指出一個終極現實：高強度專制是一場極其昂貴的燒錢遊戲。當人服務於政權的模式掏空經濟造血能力，這台賽車真正撞上的不是理念爭論，而是財政崩潰。我們算一筆賬，越極端的控制，內部損耗越高。要讓14億原子人聽話，需要覆蓋每個角落的監控網絡；要讓精英繼續服務，需要持續投餵胡蘿蔔；要維持整齊劃一的規模，需要龐大到臃腫的官僚機器。而社會越複雜，管理成本越呈指數級上升。弔詭的是，他一邊瘋狂燒錢，一邊自斷財路。為了安全，打壓私有力量；為了穩定，壓制創新。結果形成死循環：越要控制，越需要錢；越要錢，越壓制創造財富的人。稅基萎縮，土地財政衰退，維穩成本卻不斷上升。當財富增長趕不上權力消耗，系統就進入倒計時。財政緊縮只是表象。當基層服務收縮，當資產被變相收割，當普通人的養老金都被挪用維持運轉，說明油箱見底。所謂人民服務政權開始變成赤裸的掠奪，那還能撐多久？黃亞生的判斷很冷，看還能炸出多少冗餘。改革紅利、人口紅利、市場基因都是備用電池，但電池在耗盡，人口下滑，年輕人躺平，外資撤離，精英外流，規模泡沫被戳破，只是時間問題。更危險的是，這種崩潰往往是斷裂式的，因為犧牲了多樣性，就沒有緩衝機制。當中央決策失誤或財政枯竭，地方沒有自救能力，所謂極度穩定會瞬間轉為極度混亂。這已經不是經濟問題，而是生存邏輯的崩塌。說到這裡，問題其實已經很清楚。中國走向民主為什麼難？不是因為沒有聰明人，也不是因為沒有人不滿，而是因為在很長的歷史裡，我們習慣了把公權力當成主人，而把自己和同胞當成代價，把升官發財當成人生最高信仰。同時，
當多數人被中國糟粕文化和專制體制洗腦，開始相信沉默是理性，依附不僅安全，還能獲得更多利益和特權，競爭比協作更可靠，關係比規則更重要，專制就不需要太用力，它只需要順着這種默認的人性邏輯生根發芽，自然生長。所以民主之難從來不是推翻一套制度，而是推翻那套早已寫進我們思維和人性裡的默認邏輯。當我們真正覺醒並理解納稅人在前，國家在後，當公權力必須被監督、被問責、被限制，當我們不再把任何個人、組織或政黨視為天然正確，而是習慣性的追問他們究竟在為誰服務，那這個主僕倒置循環才有可能被打破。否則，歷史只會換一種形式，在獨裁專政的中共倒台後繼續重演。